第一次荧幕初吻，而且还要跟2个男生一起亲啊，不是同时啦，就父母可以吗？可以。你知道我去年我忘了谢他们吗？你完蛋了。有时候你1年之后你要等很多年后才有机会泼冷水，泼冷水，不是。欢迎来到红星聚一聚。在电视上呢，我们所看到的是演员所塑造的角色，但其实在镜头之外呢，还有很多是我们观众所看不到的那一面。那今天我们请到了5位入围了今年红星大奖的艺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作品背后的故事，还有他们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癖好。没有啦，小趣事，欢迎5位！来，先跟镜头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 Gladys 黄慧燕。黄慧燕是2024年才华12强之一，这次凭《力挽狂澜》入围最佳潜力星。大家好，我是向云。向云曾多次入围并获得最佳女配角，这次凭《你好再见》再次入围最佳女配角。Hello， 大家好，我是 Gladys Bay 马云婷。马云婷今年凭首部主演的电视剧《力挽狂澜》入围最佳潜力星。嗨，大家好，我是霆锋。陈霆锋是2022年寻找新声音冠军，这次他凭 Yes933 短片中的多样办公室角色入围最佳潜力星。嘿，你好，我是坤华。去年钟坤华不仅获得最佳主持人奖，他主持的节目《双节坤家》也获奖了。今年他再次以同一节目入围最佳主持人。这一次的话，就是几位入围了，包括有2位算是第一次主演电视剧就入围了，对不对？2位 Gladys， 好优秀啊！才华好厉害，出新秀。所以你们接到那个入围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心情？我其实很惊讶，就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所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拍戏的时候也是很辛苦，演技方面有很多东西要学，所以可以被提名，我真的很感恩啊。其实可能因为我们2个人的名字相同，我们当时的心情也相同。去年我就是在处于一个我很紧张，然后很想要拍好戏，就专注于角色，然后我就没有想过红星大奖能够有入围的机会。所以当我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在车里嘛，我就懵了。哇，这个是真的吗？然后我又一直 refresh， 一直刷新。讲说他原本不是专注那个最佳潜力星，他专注的是最佳女主角。给我多几年。很好，有志气，真的，这个你可以问看向云姐，因为毕竟向云姐入围了12次最佳女配角，对不对？这是第12次了。入围真的不容易耶。是，有时候你1年之后你要等很多年后才有机会泼冷水。向云姐，泼冷水，不是，我这个说这条道路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拿到很好的角色，就算你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角色到你手里，你才有机会发挥。今年入围我也是觉得有一些意外，虽然我的感情戏很多，因为小娘惹来势汹汹。向云姐，你不要指我嘛，我没有入围，指你。可是你是代表来戏的代表，小娘惹，对。可是向云姐是常胜军哎。我好奇因为刚才就是听下来的话，我们都可以听得出来说，向云姐就是对于这个红星大奖很懂这个游戏规则。有没有谁是你想说哇，如果是你拿到这个角色的话，很有机会是可以获奖的？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评审团的口味不一样，对，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可以，他偏偏就选了另外一个，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预测啦。明白，因为像这样子的话，前面几位都是戏剧类嘛，后面2位的话就比较特别。嘿，华哥怎么样？今年有没有机会再度蝉联？我要问一下向云姐，你觉得有可能蝉联吗？有啊，真的吗？真的啊！你看一凤拿多少年了？对，所以我要向凤姐看齐。那你自己觉得呢？我觉得去年拿已经很开心了，去年是运气，如果今年可以再拿的话，就在那边 OK， 我还是有一点点实力这样子。真的，我祝你好运哈！谢谢你，真的。OK， 所以华哥2个奖项嘛，假设让你一定要只能选一个来赢。一个是最佳电台节目奖，是，然后一个是那个主持人嘛。对，3、2、1，那再拿多一座个人的吧。尹双，嘿，你的 partner 们知道了吧？你看，他要拿他自己一个人的。因为呢，那个节目的已经肯定了，然后我是希望可以证明我是实力而不是运气。所以希望评审有看到这一集哈，请注意我，请注意我，请注意我。那像霆锋的话，霆锋比较特别，你就是凭着短剧入围的，然后那个短剧里面呢，他就一个人挑战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角色。他胖了，所以理論上你是比他怕冷的。香港嘅同事是不是？香港我好暑噶。女生幫你剝蝦，應該吃嗎？當然應該。
所以有没有哪一个角色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我最爱的是恋爱大师。你是恋爱大师，因为他不是恋爱大师，对所以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感。在教大家怎么谈恋爱，然后我就会一本正经的在讲废话，所以大家觉得我是恋爱场上的小白。OK 对，所以在恋爱场上的小白又很像一个 professor 这样在教你，不觉得这个反差很有趣吗？是我个人也很喜欢。不要，我信你，我信你，恋爱大师吗？对，需要讨教的话，随时。可以，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在看的观众朋友们一点建议？啊，关于恋爱的部分建议吗？对，就是加油。好了，剧本不是他写的，你只是演而已，对不对？对，演而已。OK， 你只是演而已。对所以那个当下，你有没有想说，你可以凭着这个短片然后入围最佳潜力型？就是这样的表情啊！当我知道的时候，你觉得劲敌是谁啊？对，都是劲敌啊！你当初劲敌耶，只有我不是大家的劲敌吧？你是凭实力入围的。哎，什么意思？就是靠其他人是靠颜值的咯。有了这个作品才可以入围这个奖项嘛？就是有没有拍摄到现在还有没有哪一场戏你是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播出了之后，原本你以为想说表现没有这么好，结果大家就想说哇，真的是被你感动到的。在力挽狂澜，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后面2集的，就是因为是哭戏。妈咪，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这3个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真的是完全的投入那个角色，很 emotional。所以每一次我看的时候，我都会哭。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聊天，就讲，那时候我们拍这个，我讲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想要哭的感觉。像向云姐呢，因为向云姐演了这么多年，这部你入围的《你好再见》里面有很多很情绪的戏。说真的我有点不敢看，你知道吗？看到后面，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想说，我真的要继续看下去吗？因为我觉得情绪很重。然后我相信作为演员在那部剧里面投入的时候，你需要放的是更多的情感。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刻的？这个角色是蛮不一样，跟我过去演，因为这个女人她本身是在她的一个不小心过马路的时候，孩子给车撞死在她面前，所以这个阴影在她心中是很大的，所以她有忧郁症。好的人为什么突然会得这个病？所以我是觉得她这个角色本身的那个表演的幅度是蛮大的。我觉得我演整个戏的时候是挺享受的，虽然是很灰啊，可能看的都在哭，我自己也常常，但是因为我们演久了，就不要把角色带回家，演完就收了。我希望观众看了也是一种有投入感，因为最主要是我们演戏的时候能够把观众带入我们的情绪。是。然后我们前面2位情绪比较重嘛，像是云婷的话，感觉好像你在那个力挽狂澜里面比较开心一点，谈了很多恋爱，然后亲了很多人。OK， 我记得那时候我访问你的时候，你讲说你有跟你老公交代关于这件事情，通知，你有通知，只是通知，他没办法拒绝。这个是工作，不需要交代什么，就通知他会有这件事情，互相尊重。其实很好她老公很支持她，这样她才能够安心跟尽情的去表演。是，可是反而是我自己本身就有一点压力，因为这是我第一部剧，然后又是第一次荧幕初吻，而且还要跟2个男生一起亲，不是同时啦，就所以我就有一点紧张。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在 script read 的时候有遇到Gavin 就崇泽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很紧张，我怎么办？就一直在慌，然后他就说你要吃这个 mint 吗？我说你在说我口臭吧。就不紧张了，就开始笑了。那霆锋啊，只要你以为你只是来作者的吗？我没有吻戏啊。对啊，我没有。这是要求吗？因为像他们2位的话，算是新人，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作为一个新人还是前辈入围了这个最佳潜力型？因为你看你电台到电视，然后再到电影，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在2025年，因为那个生肖运势说属鸡的不错啦。对，谢谢运势。坤华哥他是很多人称之为就是广播界的常胜军。哇，你别讲常青树，谢谢你。常胜军这样子，常胜军 OK。对，只要有你入围，大家其实会很忐忑，想说哇，华哥来了。没有啦，我只是幸运去年拿了1座而已，然后等到我今年再拿，你再讲我常胜军 OK？ OK， 可以，因为不然我还是常青树。什么？因为我看今年的入围名单有很多，就是像是958。
有很多前辈，就像是广播界的前辈，他们都有入围，你会觉得说压力比较大吗？不会啊，完全没有压力耶。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能够被听见哦，就已经很幸运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广播这个行业呢，要很感谢红星大奖，就是每一年有这个奖项，让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这个行业。然后我其实也很希望其他的同事、其他的朋友、这些资深的前辈都可以得到肯定的。所以其实我没有压力，如果得到的话，当然很感激。但是如果是其他人得到，我也替他们鼓掌跟开心的。讲得很好。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哦，这是我自己私心想问的。OK， 我承认，我可不可以请你们闭上眼睛？然后你们觉得你们自己会赢的话，请举手。OK， 可以闭上眼睛啊！3、2、1，觉得自己会赢的请举手。大家不要开眼睛哦。你们想要知道谁觉得自己会赢的话，可以回去看我们的节目。不公布 ，OK， 然后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其实做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们就把大家的作品啊，还有角色啊，还有你们主持的一些个性呢，输入到了 AI， 请 AI 来帮你们分析你们的人格类型。来看一看，第一位 AI 娱乐圈人格分析的是向云姐，向云娱乐圈定海神针 AI 的备注是剧情再复杂，只要它出现，观众就会安心。谢谢 AI， 谢谢 AI。向云姐，你看到像这样子的备注，你会有什么想法？你觉得是好的吗？大家看到你就会觉得安心。真的很感谢大家信任我的演出，我都希望就是我能够让观众看到我就开心了。可能观众他们不会排斥我，所以他们觉得他出现也不错，所以对我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OK，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是华哥，钟坤华气氛发动机 AI 备注，只要他在场，安静这种事情基本不可能发生，就是比较叽喳一点点的哈，没有办法忍受1秒的 silence。你是这样子的人吗？其实是 OK 的，可是如果当主持一档活动或者是广播节目，就想要填满它多一点，我觉得职业病了。可是，在私底下，我是完全可以接受安静的人。下一位我们看一下。马云婷潜力爆发型新人 ，AI 备注是 AI 预测很快会升级成主角光环。我可以哭吗？因为我觉得最让我很开心的是潜力。我们做演员就是要一直每一步接一步要一直进步。好，下一位。黄慧燕稳定成长型选手，每一部作品都在悄悄升级。哇哦！稳定就代表可以走得很长远哎。是你喜欢这个备注吗 ？Yes， 因为我就是每一个作品都越来越好，要升级啦。对，你有没有一个目标是谁？还没有吧，就是因为我还在看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可以带出什么样的表演，就慢慢 explore。好，我们看下一位。多面型创作者，主持短片、电影 ，AI 还在计算他的下一步，可能性太多了，对，潜力不可所以限量。连这么厉害的 AI 他都算不出来呀。可能 King of Content Creator。我给他一些选项啦，比如说可以多多给我一些拍业配的机会，是你想要的是我想要的。下一步啦，偷偷在许愿，被你发现了。你现在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现在在学英文了新的系列，然后就继续努力创作内容。That's it。好，希望 AI 接下来可以永远都不要算到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好， Okay 很赞。OK， 所以刚才那个呢，只是一个 AI 大概的分析啦，仅供大家参考。OK， 不要太走心。然后下一个环节呢，其实这个也是跟 AI 有关。可是，在我们公布 AI 的答案之前呢，我希望现场的5位可以互相预测一下。等一下呢，它会出现一个问题，然后你们就要猜猜，觉得谁最有可能？就你直接指他，然后只需要第一直觉指就可以了。谁最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宣布要当导演？3、2、1，请选择。哎呦，你空还有 plan 了。对。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很可能。华哥，你这个自信，你又坐在导演椅上面，有嘞，很有可能嘞。因为我以前是算科班出身的，我以前是念电影啦、广播啦、电视的，所以有生之年应该自己拍一个作。因为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有拍毕业制作嘛，而且我当时是拍了2部，哪一天可以再尝试导演的工作，应该还蛮好玩的，所以我才觉得，可能啦。对，我红星大奖再拿一座，我就可以去当导演了。这个话放在这里确定？这个话就放在这里咯。拿一座，不管什么哦。 OK， 好，可以。跟不一
燕也是选他自己要做导演。我觉得导演这个工作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喜欢看戏，就会比较仔细的看表演，不只是那个剧情啦。所以平时拍戏的时候没有在拍我就会在导演的旁边看 monitor， 就学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啦。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导，可能一个短短的一场戏。希望你可以。那我们看一下 AI 预测谁最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宣布要当导演。我猜对了。他说我不会耶，多领域发展指数最高啊。为什么你要相信你的潜力。你有拍片跟剪片的经验呢？可是我不会想要当导演。为什么？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思考的模式其实蛮单向的。就是你导演你要兼顾太多事情，然后我又优柔寡断，我很难当下做决策。可能我做完决策的时候，大家都要收工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导演。没关系啊，你就叫慧燕导哦，然后你演哦。好，我们下一题，谁最有可能在浴室开个人演唱会？对，3、2、1。这个答案好一致哦！你们是有去过他浴室吗？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去过浴室，我没有站在他浴室外面过，没有。华哥，你怎么会知道？没有，我就预感，我感觉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就是我很享受洗澡唱歌。慧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他蛮喜欢唱歌，就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就这么认为，就是你了。闷骚哎。所以 AI 预测是霆锋哎，理由是闷骚加表演欲其实很强。好，你很懂我，好，可以。来，你都唱什么样的歌？前一阵子一直在唱玛丽玛。阳光早就爬到你的床脚下 ，Hey bro， 大年你有 Hey bro， 像一点，没有办法，我 Hey bro 不起来，我没有像云姐的那个气势，那个 groove。那你们的邻居哦，就会常听到隔壁有歌声传过来。还好我住顶楼啊。好，下一题看一下，谁最有可能家里镜子最多？3、2、1。哇，这个大家都我不懂哎。雷为什么你觉得是华哥？感觉上他会，因为他时尚风格很好，是吗？ Yes， 他都是用手机看自己。你很懂哎。所以你指的是谁？我指为什么呢？就是也是一种感觉，感觉美女家里镜子就很多，然后感觉他们会一直照镜子 check 自己的状态是不是最好的这样。但我们没有办法认证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AI 预测是谁。AI 预测马云婷，然后理由是感觉你和你老公都很爱照可能是 AI 在见证，觉得我们打扮的比较时尚吧，就觉得我们有照镜子。但是其实我之前完全不照，我只有入行之后发现我不会拍照，然后我就向慧燕学习怎么摆姿势，所以最近就开始看镜子了。对，好，我们看下一题，谁最爱自己加戏啊？3、2、1，谁？我感觉我也是要指日己。霆锋哎，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自知之明我？不知道，也是一种感觉。解释一下这个感觉。我看的加戏是设计一点东西给他可能会加一点，就是给这个人物更立体的东西吧。一些小设计啦，像尚云姐，你选的是谁？我选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他会喜欢就是给角色或者他表演的东西加分，加一点有趣，更好玩。我觉得你会这样子我。们看一下 AI 预测的是黄慧燕。AI 的理由是说完英文说中文，说完华文说泰文。哦，因为最近你那 TikTok 对，哦呀，对不会啊，我不会觉得那个是加戏啦，就是你的自己的一个才能嘛，表演出来那。他有能力加，应该对可以这么加因。为他各种语言都会，所以他加的是合理的，而且他可以做到。好，我们看下一题，谁最有可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3、2、1。我会想知道他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哦，你有啊？哇，这个选择有一点都不一像点样哦。水火嘛，然后很多人对，这样绕了一圈啊，霆锋啊，怎么了你？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都？说是秘密了，还能告诉你吗？真是的，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吗？哎，你很聪明哎。我们看一下 AI 的预测，钟坤华，那理由是综艺人格隐藏度最高。他可能会觉得外显的很综艺，可是这样的人往往可能秘密很多。你自己觉得呢？ AI， 你真的不要太懂我哎，我觉得很恐怖。你会怕是吧？对对，有一点，越说越准这样子嘞。哦，最后一题，谁最有可能拿到下一个大奖大奖啊？3、2、1。哇，全部都有嘞，他们。你可以感觉到吗？对，那我这样子嘞。
这样子。刚刚好哎，向云姐，你不止我，都是你，全部指向你我姐姐。指你们大家哎。我觉得是你的向云姐。我是觉得机会不是很高，就因为我觉得丽萍很好，她的角色的爆发力很大，因为她也很敢的去演，所以她的机会很高。他们他预测就是向云姐，谢谢。理由是演技稳定加评审的认可度。哦，谢谢。看我希望是真的，真的很希望。所以我们那个最有可能的预测呢，到此就结束了。谢谢5位，谢谢。在结束之前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年是你得奖的话，你最想要感谢谁 ？OK， 这个我可以先讲。父母，你知道我去年我忘了谢他们吗？然后我以为我父母亲呢不会介意的，结果呢，他们其实有默默的在乎。你上台你会慌的，是。然后你全部已经谢谢完了之后呢，你就是忘了最重要的父母。所以如果今年有机会上台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他们。我想感谢给我机会的那一个人，那应该是我的监制吧 Doreen。无论是新人还是就是不是新人，在演艺圈我发现就是其实我们是那个备选的人，对，我们只能尽力做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但是能够看到自己的潜力的，永远都是在镜头后面的那些人。我更想要谢谢的可能就是我的导演。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因为我第一次演戏，所以很多东西是就没有东西的。他就是那个一直就没有放弃啦，所以这个角色会那么好，是因为好导演是啦。其实我们常在红星大奖谢谢很多人，这是真的由心衷心的感谢，因为没有这些人也没有办法站在舞台上，除了家人爸爸妈妈哈，愿意给我机会的监制还有故事人。是一定要谢的，你需要就是信任你的人才能够给予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一定要谢谢我的监制跟故事人。但如果真的只要谢谢一个的话，我会很自私的要感谢自己，因为就算你拿到机会，你没有珍惜这个机会，你也不会有被看见的机会啊。但这个感谢自己的前提是有这么多人愿意信任你，所以我说这一题很难。可是我觉得你该谢谢自己的，因为他其实是个蛮哀的人，他以前比赛的时候就属于低调型的，所以他可以走到今天，在各个平台上面就是发光发热，他真的必须要感谢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那你要不要谢谢他？他讲了你这么多好话。算了啦，刚刚我讲了这么多，他都没有谢谢我。他是其中一个名字在上面 top of the list。Yes。Yeah. 好了，没事，谢谢自己 ，OK， 谢谢霆锋。然后在这里呢，预祝5位都可以好运顺利得奖，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也祝你好运得奖。好的，可以，不要这个好运，还要上台拿奖的那个好运 ，OK。然后呢，邀请大家呢记得锁定2026的红星大奖哦，将会在4月19号下午5点到晚上的10点，我们到时红毯再见。